朋友们，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有多少人曾经花费大量精力去猜测别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又有多少人曾经浪费许多时间，试图向那些根本不会帮你支付账单的人证明自己的价值？说实话，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仿佛生活在一个彼此都在暗中观察的世界里。如今的社交媒体平台早已不再仅仅是简单的社交场所，更像是一场无声的竞赛。每个人都在比拼谁能在更耀眼的光芒下将自己的奋斗演绎得更像成功人士。但今天我想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相：当你不再将注意力放在别人身上，而是专注于自身的时候，外界反而会变得有些混乱。他们会感到不适应，开始议论纷纷。咦，他怎么不再发布那些充满痛苦的动态了？他怎么不再忙着解释自己了？发生了什么？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你已经在悄然中取得了胜利。因为真正的成功往往青睐于默默的努力，个人的成长也总是在不被外界打扰的时候悄然发生。你不会对着刚刚播下的种子大喊快点长大，大家都在等着呢。相反，你会安静地浇水，默默地守护，直到有一天它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那些曾经忽视你的人，最终会主动前来寻求树荫的庇护。让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年轻人立志要成为一名职业拳击手，周围的人都对此嗤之以鼻，认为他太过瘦弱。然而他默默地坚持训练了很多年，对着空气挥拳，举着廉价的哑铃，疯狂地补充鸡蛋。如今那个曾经看似弱不禁风的小伙子，已经成为了世界重量级拳王安东尼·约书亚。他曾说过一句话：不要光说招式，要去实际施展招式，这才是真正的核心要领。因为事实是，这个世界不会特别在意你说过什么，它只会尊重你实际做出的改变，停止去追逐别人的认可，转而去追求自身的进步。不要试图用表面的光鲜生活去惊艳他人，而要用内在的成长去震撼他们。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你悄然消失了一整年，全身心地投入到塑造体格、提升技能、拓展事业、磨砺心智的过程中。当你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时，他们甚至可能认不出你身上所散发出的全新能量。他们会好奇地问：这一年你都经历了什么？而你只需要微笑着回答：我只是专注于我自己。你看，当你真正专注于自身的时候，你就不再是人群中一个可有可无的过客，而是你自己人生故事中闪闪发光的主角。今天那些可能会嘲笑你的人，明天很可能会引用你说过的话。那些曾经断言你不可能做到的人，会反过来说他们一直都相信你。让我举一个当代的例子，你们知道卡比拉梅吗？这位在 TikTok 上迅速走红的创作者，几乎从未说过一句话。他没有抱怨失去工厂的工作，也没有找任何借口推脱，他只是专注于自己能做的事情，用真实自然的自己逗乐了无数人。这就是专注的力量。关键在于，当你专注于自我提升的时候，你就会像一面镜子一样，人们看着你，会映照出他们自己如果不是把时间浪费在无谓的议论上，本可以达成的样子。所以别再试图向那些根本不愿意理解你的人解释什么了，专注于你自己，直到你的成就成为最有力的证明。记住，今天或许有人会忽视你、质疑你、议论你、低估你，让他们去吧。等到你真正崛起的那一天，这些人一定会惊讶地说：我早就知道你与众不同。而这正是这段旅程的第一步，是通往寂静专注和蜕变的开始。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专注于自身的力量，现在我们来谈谈真正的挑战，如何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坦白地说，专注于自己并不容易。生活的喧嚣、人群的喧嚣、社交媒体的喧嚣、亲戚朋友的喧嚣、邻居的喧嚣，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争夺你的注意力。真相是，干扰的存在就是为了让你变得平庸。平庸意味着安全，平庸带来舒适，平庸不会引起他人的嫉妒，不会登上新闻头条，更不会震撼世界。
但你肯定不甘于平庸地度过一生，对吗？第一步是停止与他人进行比较，别在一边刷着社交媒体，一边感叹为什么我的生活不像他们那样。让我告诉你社交媒体的真相，你并不是一个失败者，你只是在拿自己的幕后花絮去对比别人精心剪辑的精彩片段。以埃隆·马斯克为例，人们看到的是火箭发射、酷炫的汽车、引人注目的推文和新闻头条，惊叹他活出了梦想，但他们看不到他每天20小时的工作、火箭发射的失败以及曾经面临的破产危机。这个人专注于创造，而不是展示创造。第二步是设定界限，是的，就是界限。这意味着学会说不，拒绝那些让你感到不适的对话，拒绝毫无意义的争论，拒绝花费数小时沉迷于追剧而让大脑变得迟钝。想想网球传奇小威廉姆斯，他的成功绝非源于训练迟到或者在训练时刷社交媒体，他拒绝一切干扰，才得以成就伟大。第三步是每天取得微小的进步，不要试图一次性改变所有事情，而是专注于细微之处。比如每天跑步，每天阅读15分钟，每天早起30分钟，每天早上写下一个目标。复利效应不仅适用于金钱，同样适用于你的技能、健康和自信。每天微小的进步最终会积累成惊人的成果。有趣的是，人们会注意到你的沉默、你的界限和你的成长。有些人可能会感到不安，发来你还好吗？为什么最近这么安静之类的询问，请保持微笑，因为你的成果已经在路上了。他们的不安恰恰证明改变正在发生。最后，专注于技能而不是地位，停止假装自己很成功，开始真正掌握一些有用的技能。世界不会记住那些看起来很聪明的人，他记住的是那些能够解决问题、创造价值、改善生活的人。看看蒂姆·库克的例子，没有人会过多谈论他的晨间习惯，但他专注于产品、员工和创新。这正是苹果每年都能震撼世界的原因。默默耕耘才能成就非凡。今天的核心要点是：奔跑者们屏蔽掉周围的喧嚣，拒绝一切干扰，每天都努力进步一点点，哪怕只是微小的进步。专注于提升自己的技能，而不是打造虚假的形象。持之以恒地努力下去，终有一天你会让所有人刮目相看。这并非因为你改变了自己，而是你超越了他们的预期。此刻你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你已经开始播种。接下来才是最精彩的时刻，当所有默默的耕耘，所有的专注投入，所有那些无人见证的时光，突然迸发出令人无法忽视的成果。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你默默耕耘了数月甚至数年，几乎没有人相信你。人们可能会嘲笑你、质疑你、戏谑你，然后突然之间你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一切都因此而改变。想想奥普拉·温弗瑞，她并非生来就是媒体女王，她也是从一个小型工作室起步，经历了无数挣扎，遭受了各种批评，甚至有人断言她不适合电视行业。然而她始终专注于自我，她的声音、她的自信以及她的叙事能力，有一天她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全世界都为之倾听。这就是震撼。秘诀就在这里，人们不会因为你的计划而感到震惊，他们只会为你的成果而震撼。不是你承诺要做的事情，而是你真正完成的事情。你看，这很有趣。那些曾经质疑你的人，正是那些后来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惊叹的人。哇，真不敢相信他竟然做到了，他真的把那个东西建成了。而你只需要静静的微笑，因为你一直都心知肚明。让我再举一个当代的例子，芬蒂美妆帝国的诞生。蕾哈娜并非只是推出了另一个普通的彩妆品牌，而是打造了一个面向所有人的产品线，打破了以往彩妆品牌只关注特定人群的惯例。它专注于那些被忽视的领域，默默地打磨它的产品。当人们开始排起长队，绕了好几个街区去购买它的产品时，全世界都震惊了。这就是专注力加上创新力的魔力。接下来这一点你会喜欢，
你越专注于自我，你的能量就越具有感染力。人们开始惊叹他怎么能如此从容，他为什么如此自信，而你心里清楚答案。当没有人看到的时候，你一直在默默地练习、学习和成长。当然，这个过程中也会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发生。人们可能会试图让你怀疑自己，你真是太幸运了。幸运，不，你称之为专注、奉献和坚持。所谓的运气，只不过是当准备充分遇到机遇时的产物，而专注于自我，正是终极的准备。再看看基努·里维斯，这位以善良、谦逊和惊人天赋频频登上新闻头条的演员，从未四处宣扬自己的私生活或者所做的事情，他只是专注于打磨自己的演技，保持生活的简约，但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总能让世界为之惊叹。关键在于不要刻意去追求震撼的效果，而是要专注于自我提升到极致，震撼自然会随之而来。你的成长、成功和蜕变将足以让人们停下匆忙的脚步，停止无谓的议论，转而凝神注视。还有一个小诀窍，当别人质疑你的时候，无需辩解，不必解释，默默地继续前行。那些沉默的行动者，那些默默耕耘的人，往往能给世界带来最震撼的改变。记住，成果就是你最好的辩词，成长就是你最好的复仇，一种良性的复仇，而专注就是你的超级力量。好，现在我们来谈谈大多数人都会尽量避而不谈的话题——持续性。因为震撼固然美好，成长也令人兴奋，但如果没有持续的努力，这一切都将如同昙花一现。坦白地说，生活本身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干扰，人们总是试图把你拉回那些纷扰的漩涡中。社交媒体每时每刻都在发出呐喊，快看我。亲朋好友可能会说些别太拼命了，或者何必这么辛苦之类的话，稍不留神，你就会偏离自己原本的轨道。秘诀就在这里，专注力就像肌肉一样，越是锻炼它就越强壮。问题在于大多数人只锻炼了一次就放弃了，他们看到别人跑得更快，获得更多的关注，便心想何必费力呢？而这正是陷阱所在。以勒布朗·詹姆斯为例，即使在他的巅峰时期，他每个夏天的训练强度都超过了大多数新秀。为什么？因为守住顶峰往往比攀登顶峰更加困难。持续性才是区分传奇人物和普通人的关键。现实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你越专注于自身，就越有人试图分散你的注意力。他们可能会在社交媒体上晒新车、度假照片，炫耀他们的生活。别去看，别在意，你的精力应该用于你的目标，而不是寻求别人的认可。那么如何才能保持恒心呢？建立每日的仪式感，培养那些强大到能够成为你本能的习惯，比如阅读、写作、技能训练、冥想、锻炼，无论是什么形式，都要将其列为不可妥协的准则。屏蔽掉噪音，删除那些让你分心的应用程序，将不重要的联系人设置为静音，关闭不必要的通知，不惜一切代价。因为如果你的注意力随时可能被各种提示音分散，你将很难真正成长。庆祝每一个微小的胜利，是的，一定要庆祝它们，因为专注于自我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短跑冲刺。每一次微小的胜利都能让你的动力更加持久。时刻提醒自己，最初的目标你为什么要坚持下去？是为了获得尊重，为了财富，为了幸福，让这份初心每天都保持鲜活。一旦你迷失了最初的目标，就很容易陷入分心的陷阱。有一句真理，仔细想想会让你会心一笑。人们常常因为等待结果而感到疲惫，他们缺乏耐心，但耐心恰恰是震撼的基石。那些过早放弃的人，永远无法真正惊艳世界。最后，请记住这一点：坚持的道路往往伴随着孤独。世人可能会把你视为怪胎、痴迷者或者狂热分子，让他们去说吧。你不是为了他们而奋斗，你是为了你自己，为了你的潜能，为了你的人生而战。而最终的回报是什么呢？当你最终到达顶峰的时候，
所有的付出、所有的耐心、所有的沉默，都将转化为震撼的回报。人们会看着你，惊叹这力量究竟从何而来，而你将会微笑，因为你深知答案，它源于你自己。此刻，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部分，将专注力转化为不可阻挡力量的思维模式。因为如果没有坚韧的心智，成长、坚持和最终的成果都将变得毫无意义。真相是，大多数人的失败并非源于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他们的心智不够强大。这个世界会用尽各种方式来冲击你，质疑、批评、挫折、失败。如果你的心智动摇了，那么你也就动摇了。那么如何才能打造一个不可阻挡的心态呢？首先，拥抱失败，不仅仅是容忍它，而是要热爱它。每一次拒绝，每一次失误，每一个不，都是你向上攀登的阶梯。杰夫·贝索斯并非因为完美而创建了亚马逊，他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但始终坚持前进，专注于他的宏伟愿景。其次，屏蔽掉比较的噪音，总会有人拥有更多的粉丝、更多的财富、更大的豪宅，那是他们的人生，而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项目，专注于塑造你自己，而不是包装你的形象。第三，让你的能量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感染他人，专注于自我，没错，但也要散发出积极、专注和目标感。人们会注意到这一点，虽然很微妙，但却非常强大。想想马拉拉、优素福扎的例子，他并没有向世界大声呼喊以寻求关注，他只是持续的学习、倡导和展现勇气，最终世界无法忽视他。第四，保持谦逊和渴望。如果你认为自己已经功成名就，那么成功就会变得危险。当你停止学习的时候，别人就会超越你。埃隆·马斯克在创立 PayPal、特斯拉和 SpaceX 之后，从未停下脚步。他持续地怀揣着更大的梦想，对自己已取得的成就保持谦逊，并对未来充满渴望。这里有一个可能会让你产生共鸣的点。有时候你会感到自己像是隐形人，没有人注意到你的付出，但这其实是一种完美的状态，因为隐形的工作不会受到干扰，而干扰是专注的天敌。所以微笑着继续前行，相信终有一天你的成果会比任何言语都更响亮地宣告你的成功。最后请记住，专注于自我并非自私，而是一种战略性的布局。这并非漠视他人，而是为了释放你全部的潜能。当合适的时机到来时，你的成功不仅会让世人惊叹，更会点燃他们的激情。环顾四周吧，当今最受人敬仰的人物，从塞雷娜·威廉姆斯到基努·里维斯，从蕾哈娜到蒂姆·库克，他们从未意追求别人的认可，他们追求的是自身的成长。他们专注于自我，而世界最终会为他们欢呼。所以此刻正是行动的号角，停止取悦他人，停止为自己辩解，停止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你的人生，专注于你自己。终有一天，当你走进某个场合，当你启动某个项目，当你完成某部著作，或者仅仅是活出真实的自我时，人们会驻足惊叹：天啊，这般风采究竟从何而来？而你将会明白真相，它源于你自己，源于你的耐心、你的专注、你的韧性，源于你默默无闻却永不懈怠地塑造着最完美的自己。这就是专注于自我的力量。朋友们，这正是震撼众生的秘诀。感谢大家的收听，别忘了点赞和订阅。